这2天不少人都打算趁国庆假期乘火车旅行，于是有智者通过科普视频指出，看起来稀松平常的火车钻山洞，实际并不简单，因为车头在隧道里会推挤前方的空气，使气压产生波动，并且根据不知道什么原理，这些声速运动的压力波会变成超音速的冲击波，刹那间，残暴的波面就扫过了后面的车厢和前方的隧道。幸亏隧道够结实，才没有崩裂坍塌，也幸亏车厢够结实，乘客才没有被音爆震死。但跑得了初一，跑不了15。智者不无忧心的警告，如果以后火车钻洞的速度越来越快，那就会产生人力不可抗拒的强大冲击波，届时隧道就会在波面的超压作用下轰然坍塌，上千乘客将瞬间挂掉，而全世界又有无数趟列车都在高速钻洞，那么地球将天崩地裂，人类恐就此灭绝。为此，诸多智者捶胸顿足，纷纷以隧道效应为题，在网上广为宣传火车钻洞所制造的强大破坏力，以此警醒愚昧的世人。那么我们就来看看高速列车进入隧道会发生什么。由于空气具有粘性，流动时会对接触的物体表面施加摩擦阻力，因此从火车的角度看，洞内的空气一旦被车头排开，并不能全部丝滑顺畅地沿车辆周侧形成绕流，而是一部分空气在车头堆积压缩，出现高压区，相应的，车尾附近空气稀疏会出现低压区，所以在隧道某处测量会发现，车头经过时，此地气压有突然升高的波动，也就是说，车头在此处制造了一道以声速传播的球面空气压缩波。由于火车在隧道里持续前进，车头段所制造的音速压缩波就会连绵不绝向前后扩散。这些压缩波在洞内反射时，扫过之处的空气压力会短暂升高，产生瞬变压力，气压变化值与火车速度平方成正比。因此，列车高速钻洞时，旅客的耳膜会感到些许压迫。虽然世界各国的隧道条件和车速不同，但乘客经受隧道内的瞬变压力时，耳腔在压力调整的3到4秒时间里所经受的最大压力变化值，一般都不会超过3000帕。因此，智者所说的隧道效应，虽然能使乘客的耳膜稍感不适，但无法让任何人就此挂掉。与此同时，一部分向前运动的压缩波在消耗殆尽前会从隧道出口逃逸，由于是强弩之末，只能在隧道口附近形成较弱的气压波动，因此被称为微气压波。顾名思义，它的作用无非就是让隧道口的空气震动而发出轰鸣声。如果出口附近没有挡声板，微气压波的最大隐患就是导致周围房屋玻璃震动，引来居民投诉。因此，所谓火车钻洞的隧道效应，其破坏力大致等于你在卧室里关上门窗敲大鼓。看到此处，又有智者捶胸顿足地表示，如果车速很快，压力波更强，那隧道必会崩塌，人类恐就此灭绝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让列车在隧道里跨过音速，期间车头制造的声速压缩波由于无法再相对前进，于是层层叠加，压强发生跃变，车头便顶起了一道厚度极薄而压缩性极强的激波，这才是智者最初所说的隧道内冲击波。但超音速的波面扫过四周的洞壁时，会有多大的威力呢？根据经验公式，激波速度等于345乘以1加 0.0083 倍波面超压的平方根，因此在车速每秒400米时，车头尖端处的波面超压峰值可达到约41千帕。激波扫到近在咫尺的洞壁时，能产生大约每平方厘米 0.4公斤的瞬间压强，这效果比地面听飞机的音爆要刺激得多。激波不仅能轻易击碎隧道里的玻璃，也可使火车旁边的人内脏破裂而挂掉。但这个超压对钢筋混凝土做的隧道连挠痒痒都算不上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倾听 ICE 高速钻洞时隧道出口的微气压波到底是什么动静。